用他的肩膀用力的把窗户给撞破，然后呢，就逃出来了。其实那个玻璃，你要用你的肉身去撞破它，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容易。通常你这样冲过去，一撞下去，大概会先碎掉的，可能是你肩膀的骨头吧。我想也是。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93先生，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，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。嗨，我是晶晶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我们要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电影教错我们的那些事，火场求生篇。好，那首先呢，就要讲最常见的误解了，就是呢，火场呢都是一片灯火通明，这个呢是绝对不对的。真的发生火警，它开始出现浓烟的时候，它的视线遮蔽是非常的严重。那我甚至呢遇过一次的火警，它是地下1楼发生火警。那有些民众呢，他得知到火警了，就想要逃下来。我就发现呢，有一个民众啊，他完全看不见他现在跑到第几楼了，他甚至错过了1楼。跑到了地下室去，他跑到那个起火点。当时呢，我们着装好要进去了，我们就听到底下有人在呼喊，说这是哪里？这是哪里？真的哦。然后我就下去，就循着声音，他还好没有深入太多，他就在楼梯间那附近。然后我就把他拉到旁边，刚才我上来的楼梯间。我跟他说，这边是地下室，你上去1层楼，往哪个方向转，我们会有人带你出去。事后我有去找到他，他说他从3楼跑下来，他不知道他怎么就到地下室了。提醒大家这件事情，是因为很多人会以为说火场会有视线，所以他们会很多想象出来的求生方式，会以这个为前提。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我到门口距离很近啊，我闭气一下冲一下不就可以了吗？你这个时候冲过去，你花的时间不会像你平常看得到的情况下那么的快速。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让大家知道一下，火场里面绝对不会是这样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它已经呢发生了火灾，烧起来了，烧得很大了，总是会有一个人他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冲入火场去救里面的受困者。大家不要看到电影上面有这一段而去冒险做这样的事情。其实很多的电影场景他演到的那个情况，他的火已经大到四周都是火焰了，里面就算有人他也已经死。大家民众在看新闻的时候或看电影，你只能从画面上看到烟看到火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只要我不碰到火我就不会有危险。可是高温是你没有办法避免。温度这种东西是我们从画面上一定看不出来感受不出来的，往往忽略掉这件事情。下面另外一个场景就是那个人呢，他遇到了火灾，那他呢把那个门关起来，结果呢外面的火烧得太大，那个火势居然把那个门给冲开来了。正常的火灾发展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你要把门给炸开推开，那是要有一个像冲击波的力量，那是发生爆炸。在火灾现场我们有可能会遇到一个很类似爆炸的现象，就叫爆燃。简单来说就是呢，屋子里面就是已经累积很多烟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如果把它门打开，给它的一个开口，让空气引入进去，确实会有可能出现一大团火球往外冲出来。所以今天会有这种冲出来炸出来的现象，是因为你已经开门了。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开门，它是不可能自己发生这种现象，然后把那个门去给炸开来。不要看到了电影出现了那样的场景，你就开始担心说，那我关门避难是不是没有用？其实不会啦。好，那再来呢，看到呢，真的是在火场里面救人，他找不到门，所以他怎么做呢？用他的肩膀用力的把窗户给撞破，然后呢，就逃出来了。其实那个玻璃，你要用你的肉身去撞破它，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容易。通常你这样冲过去，一撞下去，大概会先碎掉的，可能是你肩膀的骨头吧。我想也是。对，而且我曾经真的看过有人不小心撞破玻璃门，那个玻璃破掉的程度，并不会像电影一样就碎的那么细小。它反而玻璃门呢裂开成很大的那几块碎片，都锐利的跟刀子一样。所以其实你真的这样撞下去，会在你通过玻璃的时候把你给割伤。看那种一冲撞下去，玻璃破掉了，很帅气的落地没事。真实状况下的话，要么你撞不破，要么是你满身重伤。那再来，就是有时候你今天我真的受困了。接下来呢，就会有一些人呢，就是想到一些方法，拿那个床单撕成长条状的，用垂降的方式滑到下一个楼层去。好，那我跟各位讲，实际这个方法呢，一点都不简单我们先不谈说你今天你绑的这条床单，你到底要绑多长？那个床单你用撕的，你难道不担心你垂降到一半它断掉吗？
假设你真的有一条很坚固的绳子，你要像这样子垂降下去，用双手去承担自己的体重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你要多强大的背力，才有办法像这样子控制自己下降的速度。大家自己去公园吊个单杠就知道，我都不要求你要把自己身体拉上去，你就吊在那边不用动，你看你可以撑多久。对，所以呢，那个主角还可以再抓一个人哦，那基本上我都觉得说，这个实在是很不可思议。绳子或许够坚固，但是你不要太看得起你自己的背力。我讲的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电影教错我们的事情，火场求生篇，还是提醒一下大家，火灾现场它对你的危害，其实呢可能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大家多多去学习，多多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，你才会知道用什么方式保护自己，才是能够让你从火场中活下来的。所以我想呢，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那么希望呢，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。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影片。你有听过什么很夸张的逃生方式吗？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那今天就到这边咯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然后接下来我就开始往里面上，结果呢，我走了几步之后呢，我忽然发现就是我好像迷路了。刚才墙壁我还在我旁边啊，我怎么走几步之后回头，我觉得墙壁不见了，真的是四周转了一圈，我通通碰不到任何墙壁，我就赶快蹲下来。结果我蹲下来之后发现说，靠！人家不是讲说烟尘都在上方，我蹲下来会看得清楚吗？结果我发现没有，我蹲下来我还是看不到的。然后我开始手四处的挥，就是我希望自己可以碰到个墙壁或者什么东西，但是就是碰不到。后来冷静下来，我告诉自己，刚才那个民众他没有装备，他都没死，所以我相信现在外面的状况应该不严重。我就趴下来之后往某个方向过去，没有多久，其实我就碰到墙壁了。我手电筒其实一直都是开着的，但是我讲真的，几乎照不到东西。手电筒也没有用，照不到。再一抬头往前一摸，我才发现我摸到的是厕所的镜子。我们讲的伸手不见五指，在那个当下真的不是个形容词，东西都已经摸到了，你都还不见得能确定这个是什么玩意儿。好可怕哦。对，